我相信唔少香港人都遇過同一個問題，就係香港樓價好貴。我哋想擁有一個理想嘅住所，係唔係真係咁難？但係你試下同一個一開口就話香港樓價好貴嘅人講，而家上車盤只係300萬左右，做盡90%按揭，首期連雜費都只係30幾萬，揀供款30年，每個月都只係供12000蚊左右，其實貴唔得去邊。但係你都會預期到嗰個人會答你，300萬嗰啲樓邊度係人住㗎？好遠㗎喎，好細㗎喎，好舊㗎喎，同埋買樓要供成30年，等於要孭住條幾百萬嘅數幾十年，只係為咗買入一個咁舊嘅細單位，咁不如唔買好過啦。但係事實到底係咪咁樣呢？大家好，我係阿米。其實只要你了解投資住宅角度，就知道買入物業並唔需要供足30年，因為住宅市場並唔係期待一般人直接買入你嘅 dream house， 一般人係要靠樓換樓嘅方式嚟達到，同時亦唔好放大咗對負債嘅恐懼，因為負債係有分好負債同壞負債，只要你買入嘅單位冇日價，你嘅按揭貸款就係一個好負債。只要你係正常供款嘅話，因為喺財富效應之下，你就會自然由人哋口中講嘅好遠、好細、好舊嘅上車盤換到你嘅理想單位之中。喺呢條片，我會為大家分析買樓嘅財富效應，所以你記住將呢條影片睇到最後，因為呢條片有好多重要嘅內容，並會扭轉你嘅思想。同時，我都建議你可以撳讚，咁日後你就可以喺播放列表入面揾翻呢條片嚟重溫。喺開始之前，我想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哋呢個頻道主要係分享唔同心法同技巧，希望能夠幫助你提升內在靈魂質素，並揾到合適你嘅投資方法，令你走最近嘅路，更快咁達到財務自由。喺度首先祝福幫手撳讚同訂閱我哋嘅朋友，都能夠一步步咁買到自己嘅理想之家。而家馬上進入今日嘅內容。由於之前好多留言都有人講樓係用嚟住並唔係用嚟炒嘅，喺度我就純粹用自住嘅角度去分析買樓嘅財富效應。假設有一對情侶，佢哋畢業之後只能夠得到市場上面最基本嘅人工，大概而家嘅2025年係14000蚊左右。佢哋為咗建立佢哋嘅家庭，目標喺未來買入一個大概而家600萬左右嘅單位，佢哋打算每個月每人用50% 嘅儲蓄比率，即係總共每個月儲14000蚊去儲錢上車。由於佢哋都了解買樓係有財富效應，所以就決定由現價嘅300萬上車盤開始入手。但喺呢條片我講嘅只係講買樓嘅財富效應。喺度暫時我用簡化咗嘅相同利率，同埋只係用樓市大市嘅升跌去計數。其實你係可以用買筍盤嘅方法去加快咗你財富效應嘅發生嘅。首先你要搞清楚，買樓後只會得3種情況，就係升、跌同冇升跌。首先就講咗樓價冇升跌先，因為呢條數就係最易計。佢哋揀咗300萬嘅上車盤，借盡90%按揭上車，只需要35萬左右，其實一個月儲14000蚊，佢哋唔做任何投資，人工亦冇喺任何提升嘅情況下，佢哋2年鬆啲已經儲到呢筆上車嘅首期啦。所以我真係唔明點解而家話買樓有幾難同有幾貴。雖然佢哋買呢個價錢嘅上車盤係舊啲，位置差少少，面積又唔大，但起碼已經解決到佢哋初步嘅住宅需要。但係佢哋嘅年紀尚輕，已經可以得到佢哋嘅二人世界。當佢哋買到樓嘅時候，你會發現佢哋嘅月供額只係12387蚊，加埋嗰啲雜費就當14000蚊左右啦。其實佢哋係冇因為要供樓而令佢哋嘅負擔增加咗，佢哋亦係打算住7年左右，到第8年就啟動換樓程序。呢一個又舊又細、位置又差少少嘅上車盤，佢哋當然唔係諗住住一世啦。同時你苦心自問，而家已經2025年，喺7年前2018年恒生指數高位到而家，你有冇聽過香港嘅經濟好過？但係你呢幾年嘅人工加幅會唔會係0？我相信呢一個係冇可能嘅。如果咁多年都冇加過你人工嘅話，你都要考慮下你個老闆其實係咪刻薄緊你。入翻正題，咁我又拎翻公務員嘅薪級表出嚟俾大家睇。
你要知道一個人隨年資嘅增長，佢應得嘅薪金係應該要增加嘅。用公務員體系嘅講法，就係叫做跳 point。用翻呢幾年香港經濟都係差嘅情況下去衡量呢對情侶嘅薪金。2018年最近14000蚊人工嘅薪級就係第二薪級。假設未來7年佢哋都係保持50% 嘅儲蓄比率，即係一個人嘅人工嚟做儲蓄，俗稱就係公一份婆一份。喺呢個假設下，佢哋係唔會投資嗰一半儲起嘅人工。喺供晒樓之後，只係喺度擺喺度儲錢，咁當然佢係實際上會喺通脹啦。我都假設翻佢哋嘅雜費每2年都要增加100蚊，你就會計算到佢哋喺7年後會有呢一個嘅儲蓄額。喺7年後賣樓，佢嘅負債額嗰度其實只係剩翻230萬左右，扣晒啲賣樓嘅雜費啊，其實已經有96萬嘅資金。但係如果佢喺同一時期，佢係諗住租住同等質素嘅單位先，而市值租金係12000蚊左右啦，之後係直接諗住買600萬嘅 dream house， 當然喺實際上都會通脹。我都假設翻佢嘅業主每2年就會加佢500蚊租，咁喺呢個情況下又會點樣呢？就係佢只會儲到82萬左右嘅資金。其實大家喺7年之間，即使個樓市係冇升跌，購埋買賣樓宇嘅開支，其實買樓嘅情況喺7年後仲會多過租嘅情況下14萬左右嘅資金。同時個時間越長，只會對買樓嘅情況越嚟越有利。不過都要慶幸嘅係喺呢個情況下，即使揀租樓，都係有足夠嘅資金同入息去買佢哋嘅600萬 dream house， 只不過係少咗部分嘅資金啫。但係好可惜嘅係呢個情況下係完全假設個樓價係冇增長過。咁升嘅情況又係點呢？我當由而家起，香港樓價只係同通脹相同，大概2% 左右一年。咁喺7年嘅複息升幅之下，就大概係14.86%。為咗簡化去計算，咁就當7年後嘅樓價係升15%，咁買樓同租樓個分別就會變成咗咁樣。買樓嘅人產生嘅財富效應就會更加大，因為買樓係有槓桿成分喺入面。做90%按揭嘅人有成足10倍嘅槓桿喺入面，買唔買樓個差異化就會變得更加大。你會見到買上車盤嘅呢一位朋友喺7年之後換樓時候嘅財富已經達到140萬，佢就可以買到佢嘅 dream house， 到時更加可以借8成半按揭已經買到佢嘅 dream house。 不過佢哋嘅人工可能仲係差少少，但係我用晒經濟差呢幾年去衡量佢哋嘅人工，又會唔會係啱呢？但係佢哋揀租樓嘅話，個財富可以話係不變，同係借足90%咁樣買 dream house 都有一段距離。其實我講咗咁耐升嘅情況，呢個就係由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一直喺香港樓市發生緊嘅現象，從而解釋翻點解買樓嘅人會有先天性嘅優勢，就係因為喺財富系統之下係冇預期過你需要買一層樓去到 full pay，好似我咁嘅一般人，更加係要用樓換樓嘅方式先可以買到佢哋理想嘅 dream house。但開心嘅係，其實樓換樓嘅方式係可以不斷咁延續。你供到咁上下，又有一筆財富，你又可以考慮去換更加好嘅物業，而唔係好似人哋咁講，買層上車盤都要供幾10年，俾好多利息去換一層又舊又唔舒服嘅單位。因為樓係一種投資物，即使我哋買樓係自住都好，我哋都應該用投資角度去看待佢，而唔係用消費角度去比較佢嘅開支。嚟到最後就當然要講下下跌嘅情況啦。講到跌，我當然要拎香港歷史最慘痛嘅教訓出嚟，就係97年樓價大跌呢啲咁極端嘅情況下做例子。以 CCL 有數據以嚟，樓市最長嘅跌市都喺呢段時間發生，而呢個跌市係由97年中跌到03年底，足足跌咗6年半先開始反彈。你都可以用翻 CCL 嘅歷史高位2021年8月2日至2021年8月8日嚟做比較，而呢條片嘅上架日子係2025年2月28日，大概係比高位過咗3年零7個月。對照翻97年嚟講，今日就會係01年頭，當時嘅 CCL 係報44.76點，
你見到當時喺01年買完樓，仲要捱多2年嘅跌市，但係01年買完樓之後，過咗7年，去到2008年嘅1月，又有邊個會諗到樓價會上返去67.59點？其實已經比01年升返一半，所以你而家買樓捱跌嘅話，金管局都講咗，只要你供到樓，銀行就唔應該追你差價。所以我啱啱計嘅公式仍然係有效。可能你都諗，而家係01年嘅話，咁我不如等到最低位先出手都未遲啦。不過你又確定之後真係喺未來要跌多2年？即使好多人講香港依家嘅經濟有幾咁唔好，有幾多人失業，未來一定要減人工，其實我再俾你睇翻香港嘅失業率，你就會發現香港最壞嘅情況已經過去咗。用97年樓價大跌嘅時期同而家比較，亦冇完全嘅可比性，因為當時嘅港樓係炒風當道，當時嘅供樓利息更加係貴過租成折，之後收緊咗按揭，加上有辣椒嘅長期限制，根本喺呢10多20年係完全冇發生過呢種情況。想了解更加多時嘅情況，都可以睇翻我呢條片去了解更加多。喺我嘅角度之下，香港而家嘅情況更加似係捱過咗03同04年嘅環境，但喺05至06年經濟未完全復甦嘅情況下，因為長期嘅經濟欠佳，市場信心仍然缺乏，就周街都揾到啲公平過租嘅投資機遇，仲需要多少少嘅時間等個經濟信心翻嚟。假以時日，市場就會大力去獎賞有投資嘅人。最後你都可能覺得我計嘅數入面係假設咗呢對情侶係完全唔投資係唔啱嘅。喺留言都有人講做定期都有幾厘回報啦，買美股 ETF 1年都有豐厚嘅回報。不過呢啲數據其實全部都係呢幾年發生。作為投資者係應該睇更加長嘅未來，唔係用啱啱發生嘅事情再判斷未來嘅投資機遇。同時，我相信我計長期係3.5厘嘅供樓利率同只有2% 嘅通脹已經係相對地保守咗。喺實際嘅情況下，我拎翻上星期嘅影片張圖出嚟，你就知道長期而言，利率只係波動兼長期走低，金錢嘅購買力亦只有不斷下降嘅路途。而樓作為一種資產，其實投資者自有佢計算嘅方法，所以唔好再期望樓價會跌到自己所期望嘅位置，你就可以無痛咁買到佢。我亦希望睇到呢度嘅你都可以明白早日投資嘅好處。以上就係我今日嘅全部內容，感謝你費時將我哋嘅影片睇完。如果你覺得呢個頻道實用同幫助到你嘅話，記住訂閱呢個頻道，俾多個 like 同埋分享呢條片俾你嘅朋友睇。同時祝福睇到呢度嘅你可以早日達到財務自由。我哋下次再見面啦，拜拜。